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。最近刚打了疫苗，澳洲目前主要有2种疫苗可以供大家选择，一个是英国的阿斯利康疫苗，还有一个是美国的辉瑞。英国的疫苗之前出现过一些问题，血栓问题啊，还有一些副作用，在欧洲国家包括澳洲曾经也一度有暂停施打，大家都更加倾向于还是选择辉瑞，因为最近悉尼的疫情非常严重，所以政府呢又重新鼓励大家施打，包括这个英国的疫苗。我本来也想打辉瑞的，但是预约时间要排到2个月以后，所以最后呢我想想算了，就是打英国的吧。英国的疫苗就可以很快打到，不需要预约，今天订第2天就可以打。那美国的疫苗呢需要排上2个月，这是在悉尼西南威尔士的情况。后来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我西澳的朋友告诉我，他在 Perth 上午预约，下午就可以打到这个辉瑞。还有一个在昆州读书的同学，他是拿了学生签证，还没有澳洲身份。我的了解中，他也告诉我，他已经打第2针辉瑞了。这2件事情让我觉得新州是非常劣势的，在这个方面，偏远地区非常好，至少在打疫苗这件事情上面非常的好。因为这个事儿，我就想到小城市真好，人口少的地方，个人的资源非常的丰富。在澳洲，悉尼就有大城市，不一定就比偏远地区强。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，居住在澳洲2线城市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，都有哪一些优势。刚来澳洲的新移民选择小城市还是大城市？我们传统的思维要去大城市生活，大城市的生活更好。因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，收入更高，更多的医疗和教育资源，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理由。但在这些理由当中，我认为最重要、最核心的是收入更高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收入和3线城市一样，那为什么还要跑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深圳去呢？就算有很好的医疗资源、很好的教育资源，但是负担不起那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收入是最核心的因素。同样的岗位，同样是老师，同样是护士，在北京、上海工作，收入会比在济南、长沙、贵州、成都这些2线城市收入更高。在国内，这是一个默认的事实确实如此。那澳洲的情况也是如此吗？澳洲只有2个1线城市，悉尼、墨尔本，其他的地方我都把它归为2线城市，属于小城市，也是移民局口中的偏远地区。人口和悉尼、墨尔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，都只有悉尼、墨尔本人口的一半一半的一半，甚至更少。像达尔文，它也是一个州的首府城市，只有大概15万左右的人口，大约是悉尼人口的1/30，这是全澳洲最偏远、最小的首府城市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不同州之间的收入情况，是不是也和国内一样？大城市悉尼、墨尔本的收入会远比在偏远地区的小城市收入更高呢？澳洲统计局公布的2017-18年的中位数收入，这边特别说明一下，中位数不是平均数，比平均数更能真实的反映收入情况。我们经常会说，国家又出了一个收入数据，感觉自己被平均了，但是中位数不会出现这种感觉。悉尼、墨尔本会有特别高的高薪岗位但这些岗位无法代表大多数人。中位数它不受到这种特别高薪和特别低薪岗位数的影响。大家可以看见，收入的中位数各个州没有太大的区别，最低的4万5，最高的6万4，相差不会超过20%。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北领地，刚刚说了，它是人口最少、最偏远的地方，它的中位数收入比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这2个最繁华的州还要高。可能有的朋友不相信，怎么可能越偏远的地方收入还更高呢？那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我们看3个具体职业：老师、护士、警察。这3个职业为什么用他们做例子？因为他们都属于中产阶级职业，能代表社会的中间人群，而且这些工作呢都有点像公务员一样，政府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工资表，收入数据非常好查，真实准确，不容易引起大家的
争议。西澳老师收入从7.2万到11.8万，维州老师收入从7.2万到11.8万。西澳警察前5个级别的收入从5.8万到8.3万，新州的警察前5个级别的收入从7.3万到8.3万。注册护士的收入各州对比，这里有张表格，偏远地区的工资反而比大城市更高。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，政府统计的中位数收入并没有算错。在澳洲，同样的职位，大城市、小城市收入是差不多的，和国内的情况不一样。同样的职位，国内2线城市的收入往往低于1线城市。看完了收入，我们来看看消费是不是和国内一样，大城市的消费要高于小城市。这回答案是的，澳洲大城市的消费更贵。消费中最贵的一块就是住房。悉尼的住房，它的房价远远领先于澳洲其他任何一个城市。墨尔本虽然没有悉尼这么夸张，但也比其他的城市要稍微的贵一点。我们把生活的其他成本包括进去，吃饭、水电、交通、衣服等各项费用全部算在一起，悉尼最贵，其次是墨尔本、Perth、布里斯班、阿德莱德、达尔文和霍巴特。这个消费的顺序基本上也是澳洲城市大小的排列顺序。数据来源于澳洲本地的一个比价网站 find.com.au。 看见这个名字，我脑子里就想起了这个旋律，广告做得非常成功啊。总结下，在澳洲，大城市、小城市的收入差不多，但是消费呢，差别却很大。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居住在澳洲的阿德莱德、Perth 这些城市，就好比是拿着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收入，但是却花着在长沙、成都、贵州这些2、3线城市的生活成本。收入和支出这个剪刀差，可以让生活在小城市的人多存下多少钱，多出多少可以支配的收入。大家想一想，能存下大量的钱，我认为这是居住在澳洲2线城市最大最重要的优点。有的朋友可能会说，好啊，那居住在小城市的收入和大城市一样，但是我的孩子要读书，偏远地区有没有好学校呢？澳洲的医疗和教育资源分布是比较平均的，不管州的人口多少，多偏远，各个州首府城市的最好的学校，在全国学校的排名中，这个整体的打分都不会差，不会有很明显、很过分的差别。而医院方面，排在前10位的好医院也没有明显的集中在大城市，达尔文、布里斯班甚至黄金海岸这些地方都有非常优秀排在前10的医院。新移民来澳洲不会居住到首府城市以外的地方去，我们说的去偏远地区也是说去阿德莱德、去 Perth， 但仍然是一个州的首府城市，所以只要孩子好好学习、读书好的话，就肯定能上到好学校，是不会耽误学习的。收入、消费、医疗、教育，这些都是大家最关心的。那除了这些以外，我再说一些个人的感受。人少的地方，社区环境更好，人际关系更好相处。人少的时候只要是华人，大家都是老乡，都是一个地方来的，都是中国人。但是人多了以后，就会开始分帮派、分地方了。你们几个是北京来的，你们几个是上海的，大家就开始画小圈子了。所以我觉得华人少的城市里面，大家生活的氛围会更好一些。这不仅仅在华人之间，不同的种族之间也是一样的。人少的时候，大家都是新移民，都是外来的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人多了，你们是韩国人，他们是泰国人，就区分开了。小城市非常适合新移民，因为华人少，被迫要和其他的族群和当地人进行交往，可以最快的了解和融入当地。这对新移民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这种感觉，举个例子，就像读书的时候，是选择华人多的大学，还是选择华人少的大学的那种区别。在华人多的大学里学习，一个班80%的学生都是中国人，连老师都是中国人。虽然很方便，但是导致了很多的同学读了3年书，毕业了，英语还说不流利，对当地一无所知。在华人少的学校，虽然开始很辛苦，毕业后英语非常好，
对当地的文化有深刻的理解，也很容易找到当地工作。这种留学才是最有价值的。所以我觉得新移民拿着491签证的朋友们，刚开始在小城市居住是一件好事，帮助大家快速了解到很多在澳洲生活的信息，这对未来在澳洲生活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另外，小城市的人均资源特别丰富。我以前在 Perth 居住，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去海边抓鲍鱼、捞螃蟹，这是每年都会有的活动。但在悉尼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悉尼周围的海域都禁止捕捞、禁止钓鱼。那为什么要禁止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人太多了。如果不禁止，大家都来抓，很快就没有鱼了，破坏非常严重。这就是我说的人少的地方资源特别丰富的意思，自由度非常大。一旦习惯以后再去大城市，反而会明显的感受到不舒服，被限制了。当然，大城市也有自己的优势，工作机会多，有些特定的行业只有在大城市才有。今天因为打疫苗，想到了偏远地区的好处，所以和大家聊聊。就聊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看。